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袁成。中国年轻人这次真的崩溃了，一边疯传首尔病，去趟韩国就像尝到自由的滋味，一回国立刻失落；另一边，网信办突然铁拳出击，2个月专项行动，把躺平摆烂直接定义成负能量，全面封杀。一边是首尔街头的自由与善意，让人上瘾；一边是国内的高压，连自嘲都不允许。这不是小插曲，而是一场正面冲突。年轻人想逃，官方要堵。问题是，到底谁才是真的病了？今天要说的是中国年轻人最熟悉却也最无力的一幕，网信办又出手了。9月22号，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简称网信办宣布，自即日起展开一场为期2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。官方说法很堂皇，要打击恶意煽动对立、宣扬厌世消极人生观的网络内容，营造清朗文明的网络空间。但具体条款一摊开来，几乎所有热门社交平台都在劫难逃。被网信办特殊点名的内容有：第一，利用社会热点强行关联身份、地域或性别，进行污名化炒作。换句话说，关于南北差异、两性冲突、地域黑的话题基本要凉。第二，散布经济、金融、社会福利与公共政策的谣言，就是股市、房市跌了不能说，失业多了不能谈，生病时无保障，年老时无依靠，你最好假装看不见，甚至对物价的抱怨都可能被认定恶意传播。第三，恶意解读社会现象，夸大负面个案，宣扬厌世人生观，这条更直指当代流行的躺平和摆烂文化，铁拳直接挥向年轻人流行语，连不想卷、不想拼这种自我调侃的态度都要被清除了。网信办声明里的字眼很漂亮，要营造更加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，但网友们心里清楚，这其实就是维稳的代名词。官方最怕听到的声音，偏偏就是最能反映现实的声音。经济不好，失业潮一波接一波，房价高得离谱，年轻人叫苦连天。但你要是上网吐槽工作难找、买不起房，立刻会被扣上造谣唱衰经济的帽子。社会上本来矛盾就多，不管是南北地域之争，还是男女对立话题，本来就是正常讨论，但在官方眼里就是煽动群体对立，于是直接封锁。最要命的是，年轻人没希望，996卷到猝亡，买不起房，结不起婚，大家只能自嘲一句躺平摆烂，结果这也被定义为厌世负能量。说白了，官方的要求就是不能抱怨现实，不能讨论矛盾，甚至连自嘲都不允许了。问题没有解决，讨论却被禁止了。久而久之，互联网会变得干净，一片假装的祥和和一片真实的寂寞。网信办能删除文字，但删不掉人心。封口号是一道道的下，网友的神吐槽也是一浪浪的高。现实让我躺平，政策不许我说躺平，那干脆让我趴着算了。不是年轻人厌世，是你们把我们的出路堵死了。不许你累，不许你丧，不许你说真话。网信办不是要解决问题，而是要解决谈问题的人。中国网络的清朗，就是把所有的不爽都删掉，然后告诉你大家都很幸福。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，天天刷牙2-3次，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，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，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。从早到晚盯着屏幕6到8小时，感觉干涩、酸胀、畏光、眼压紧绷，你是不是也这样？我劝大家，眼睛越早护理越好，越省心。那我要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，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，贴上去大概3分钟，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。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，贴上去清清凉凉的，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，维持泪膜滋润。有86%的人反馈使用之后都更放松、更滋润。如果呢你是日常保养，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。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最近用眼很多，可以增加使用频率，
白天用2到4片分时短贴，晚上6片连贴6到8小时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时都可以用，我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，一开始会流泪，试用之后就可以了。用完撕下来不扯皮，妆也不花，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。需要的朋友就点下方的链接，输入我的优惠码大10局，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。其实这场全网封杀的背后有更深的因由。表面上网信办打着清朗旗号，说是要整治八卦和负能量，但真正要掐掉的是社会对矛盾的讨论。第一，经济下行，失业攀升，房市断崖，本已让年轻人信心崩塌。最真实的吐槽一旦扩散，就成了官方最怕的唱衰。第二，娱乐八卦过去是转移矛盾的工具，但一旦牵扯到社会信任危机，比如于朦胧事件，就会迅速触动当局的神经。第三，比起单一的抱怨，官方更害怕共鸣的扩散。躺平成了世代语言，首尔病成了隐喻，这已经不是笑话，而是无声的抵抗。所以这场封杀的真相不是清朗，而是静默；不是治理网络，而是治理人心。这次专项行动并非突然袭击，其实早有前奏。先拿几个大平台祭旗，给全网一个警告：谁要是不识趣，接下来就轮到你。9月11号，小红书被处罚，理由是导向不良。小红书上不少笔记，谈房价、谈职场、谈婚姻压力，结果被认定过度渲染负面。9月20号，微博、快手接连被点名，遭纪律性惩戒。官方批评他们过度凸显名人新闻与不良内容。什么不良内容呢？说白了，就是明星八卦惹的祸。网信办责难微博、快手热搜榜主榜充斥着大量明星八卦、隐私炒作，娱乐化倾向严重，破坏网络生态，而且平台未履行管理责任。官方的要求很硬，约谈、责令限期改正、警告，并从严处理责任人。意思就是，你们占着公共资源，少搞娱乐八卦，多干正事，多搞正能量宣传。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，总觉得其中有男星于朦胧事件的影子，因为一切发生的不明不白，导致各种揣测、吃瓜和爆料，霸占了微博和快手的热搜榜。虽然管家不会明说，但总是让人怀疑，这次整治八卦热搜就是冲着这个舆论风暴来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不是快手最近第一次挨刀。9月19号，国家市场监督总局才刚刚宣布，对快手旗下的电商平台快购展开调查，理由是涉嫌违反电子商务法。官方说要保护消费者和中小商家的合法权益。快手随后表态会积极配合，但也赶紧强调公司业务一切正常。看来不止八卦，还有电商，2天连挨2刀，娱乐八卦被查，电商平台也被查。快手这日子不好过了。微博虽然暂时没电商包袱，但热搜生意也算是他的命根子，如今被敲打，未来恐怕要更加正能量化。网信办在声明里说的还是冠冕堂皇，生态良好的网络空间才符合人民利益，要切实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。但网友们心里都懂，真正的问题不是八卦太多，而是批评太多。其实，当局过去经常利用明星丑闻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，可是一旦明星背后牵扯到社会信任危机，就会触到当局的敏感神经了。就在网信办的铁拳砸向年轻人中盛行的躺平摆烂文化的时候，中国的年轻人最近又集体染上一种新病症——首尔病。什么是首尔病？还是在小红书、抖音等平台上，越来越多网友打上首尔病的标签，就是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。去过韩国首尔的年轻人，回国后集体陷入失落与不适应，离开首尔就会生病，想念在首尔的每一刻，都感觉自己很幸福。首尔的空气有让人开朗的魔法，在首尔迷路时，每个路人都会帮忙，甚至有人亲自带我去目的地。这些看似普通的经历，在中国年轻人的眼里却成了上瘾的体验。短短几天，相关标签被刷爆，首尔夜景、
韩国街头成了乌托邦的代名词，而在大陆的日常生活里，这种友善、自由和秩序，甚至最基本的安全感和尊重太过稀缺。从韩国观光公社的一组数据，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有多疯韩国。今年上半年，中国赴韩旅客人数达到252.7万人，比去年同期还多了14%，而且好戏还在后头。从9月29号起，中国团体旅客获得临时免签待遇，在10月初的假期，预料中国游韩人潮将再度爆发。换句话说，首尔病不仅仅是网络梗，而是真实的消费热潮。为什么中国年轻人会得首尔病？首尔吸引中国年轻人，不在于它有多繁华，而在于那里有自由、秩序、信任感。在中共的高压环境下，年轻人习惯了冷漠与压抑，一旦体验到正常的人际互动，就像吸到新鲜氧气，一回国立刻感到窒息，也是对正常社会的首尔开始怀念。简单说，首尔病不是韩国太好，而是中国太压抑。在这种高压冷漠环境下，中国年轻人会对正常社会产生强烈的渴望。这样看来，首尔病和躺平文化确实形成鲜明对比，一边是中国年轻人疯传的首尔病，另一边是网信办铁拳打击的躺平文化。但问题是，年轻人为什么要躺平？因为房价太高，工作太累，薪水太低，未来太迷茫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很多人干脆选择低欲望，不上进，不买房，不结婚，能过一天算一天。躺平摆烂不是口号，早就成为一种自嘲式的生活态度，是中国年轻人面对压力时的本能防御，是对现实的最低成本的无声对抗。但当躺平摆烂被网信办定义为负能量而遭到打压，年轻人只好选择另一种方式发声。他们不敢直接骂现实，就用首尔病的话术来表达向往。这既是旅行日记，也是社会投射。首尔病真正反映的是中国年轻人对自由生活的渴望，对正常人际关系的依恋，以及对中共社会的深深失望和厌倦。当一个正常的都市旅游经验都能让年轻人集体上瘾，这恰恰证明不是中国年轻人病了，而是中共体制病了。再看看中国的年轻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的首尔病病情的。首尔有 WiFi， 中国有防火墙，这才是真正的病源。在首尔，我是游客，回国后我感觉自己像犯人。首尔病不是病，是中国病的诊断报告。韩国人帮我指路，中国人帮我举报。首尔给我自由，中国给我网信办。这些吐槽听上去像段子，但其实都是现实的隐喻。首尔病和躺平文化其实是一体两面。年轻人往外看，向往首尔那样的自由与秩序；年轻人往内看，无奈选择躺平，至少能自保。一个是心灵的逃离，一个是字体的抵抗。而当局的反应就是2个字：封口。把首尔病当成敏感话题，限制传播；把躺平文化定义为负能量，全面整治。当局不想听到任何不和谐的声音，于是用网信办的铁拳让这些声音消失。结果就是年轻人越想逃，官方越要堵。中国年轻人正在寻找出路，却被网信办堵在原地，逃不掉，躺不平，最后只会让病症越来越重。当局删掉躺平，并不会让年轻人起身，删掉首尔病，也不会让年轻人忘记自由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